你翘脚脚。开始了。靠腰，开始了。开始了。会不会太胖？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好，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美国的这个 WSOP 期间呢，究竟要怎么样去选择最好的赛事？在这2个月的期间呢，其实有非常多的系列赛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一些。最大的呢，就是美国的 WSOP。那第2跟第3呢，我觉得会是这个 Venetian 威尼斯人的他们自己有一个系列赛，同时也是都是在5月到7月。然后 Win 也有一个系列赛。Venetian 跟 Win 呢，它的其实报名费都是差不多，然后保底也都是非常的高。所以在这个系列赛的期间之内呢，除了 WSOP、Venetian 跟 Win 之外呢，这3个系列赛我觉得是最值得打。但除此之外呢，还有 MGM、Aria 跟 New Orleans， 还有其他的赌场，其实都有一些相对来说报名费没有这么高，但是保底也不错的比赛。在这2个月的期间呢，基本上所有的地方都有比赛。那究竟要怎么样去做选择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技巧。大家可能会问我说，那我今年到底会参加哪一些比赛？又或者是说，我会不会把 WSOP 当做第一选择？其实答案是不一定。我不会把 WSOP 当做第一的选择是什么意思呢？像今天有一场3000的报名费的比赛 ，WSOP 3000买入的比赛。但同时呢，今天又有一场 Venetian 1600买入保底200万美金的比赛。那这个比赛呢，今天是 C 组，也就是说今天是最后一组，那明天就是 Day 2。这2场比赛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会说我会先去参加 Venetian 1600保底200万的比赛？原因是因为它的报名时间呢，其实只有到6点半。那如果说我6点半之后出局了，我会再去参加 WSOP 3000的这场比赛。我选择赛事的逻辑呢，是指说，只要在于总奖池差不多的情况下呢，我会选择截止买入时间越前面的越优先选择。那这很合逻辑嘛，因为他如果是提前关注册的话，我当然要先选择报名它。假设我出局了，在这个比较晚开始，截止时间比较晚的比赛呢，我可以再做选择。所以这一场3000的比赛呢，我可以 Day 2，或者是我今天晚上7、8点之后，假设我这个出局了，我再去参加，我觉得都会是一个可以让我的总场次参加到最大的情况下呢，我有更高的机会可以走到前圈，或者是打到决赛桌。我觉得这是在2个月内，如果说你想要让你参加的总比赛的数量越多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逻辑。那你对于今年你有什么期望吗？相比于去年？那我去年的话呢，总共是参加了274，我有274张收据，其中有140张是 SNG， 然后137张是 MTT。MTT 的话包括了所有的多桌赛事跟多桌的资格赛啊。这137张呢，我觉得今年会不会参加更多不一定，但我觉得应该也是差不多这个数量。然后我同时还参加了 WSOP 的线上比赛，线上比赛的话大约每个礼拜的周末大约2到3场，所以8周的话大约是20场到30场的买入。预计的话，这2个月应该也会参加，可能差不多接近300场。如果说包含 SNG、包含多周比赛、包含线上的话，那当然这个有没有预期的成绩？去年的话，我刚好运气不错，线上跟现场都赢冠军，所以是2个冠军，然后大约是50万美金吧，不包含 SNG 吧。查得到成绩的大约有50万的奖金。那今年的话，当然这种东西就是没办法预测嘛，谁会知道你有没有拿到冠军？但是我们只要做好，就是我们预计我们会参加这么多的赛事的话，其实成绩都不会太差了。尤其是如果说我有打 SNG 的话，我觉得最糟的状况应该都不会输钱。原因是因为单做 SNG 的波动非常的低，然后它可以让我用一个很低的风险去赢到相对不错的一个报名费。那这个部分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可以 cover 的过来我所有的多桌比赛的报名费，所以我觉得来打 SNG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你不希望输钱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可是我不会打少人桌的话，我要怎么从 SNG 进？那你就可以练习啊，你可以报名一个比较小的 SNG 去练习。好像是。那我自己参加的话，我是觉得，比如说100、200、300、500，它的时薪其实都差不多。原因是因为报名费比较低的，其实它比较快结束，所以相对来说，同样的时间内你可以打比较多场，所以它不会说因为你打一个100、200，所以收入单位时薪一定会比400、500的低，其实是不一定。
所以结论就是我预期呢，今年还是大约一定会超过200张的比赛收据。总奖金当然我不能预测啊，那我觉得应该会有不错的成绩。那希望我的 GPI 的世界排名呢，一样是维持在前50哦，因为我卡在前50已经卡很久了。想要超过前50呢，只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打超级高额的比赛。我觉得打超级高额的比赛呢，对我来讲呢，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哦，因为这种5万、10万美金以上呢，第一个它波动太大，第二个就是打的牌手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厉害。我自己是觉得还没有足够的优势去打这些高额的比赛。第二个方法呢，我觉得最可行的呢，就是参加非常非常多的比赛。原因是当你今天参加非常非常多的比赛的时候呢，你只要有前3名的成绩，你就很有机会可以挤到世界前50，甚至是世界前30。像我这种勤劳的人呢，就是用第二种方式，就是打非常非常多的比赛。想要参加最多场比赛呢，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，第一个是选择总奖池最高的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当今天总奖池差不多的时候呢，选择报名时间截止越前面的越先报名，然后越后面的人可以晚报名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可以让你总共参加的赛事越多，你有越多的机会可以走到决赛周。那同时在美国的这段时间之内呢，我们会做非常多旅游跟美食相关的影片。那当然这个比赛期间呢，其实我非常的忙碌，但是呢，我这次带了非常多我们的同事一起来做这个美食跟旅游的企划，所以呢，他们会拍摄非常多在拉斯维加斯美食跟旅游的介绍。如果说我今天比赛出局了，没有比赛打，或者是我觉得有一些比赛可以稍微晚一点上桌的话，我也会参与这一些旅游跟美食的活动的内容啊。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影片，除了扑克之外呢，这一些影片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有趣。如果说大家喜欢看到更多扑克相关的内容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给我一个按赞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